大家好，欢迎来到斑马可可 AI 频道。上一期我们聊到了2022年 ChatGPT 的横空出世，点燃了人们对于 AGI 通用人工智能的无限期待，同时也让 AI agent 成为了焦点。那么 ChatGPT 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呢？它的核心 Transformer 模型到底是什么？大语言模型 LLM 又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揭开大语言模型的前世今生。首先，我们在使用 ChatGPT 或 DeepSeek 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词语 token，它的服务都是按照 token 计价的。那么 token 到底是什么呢？token 的中文翻译是令牌，但这个翻译其实有点抽象。其实它更贴切的同义词是分词。简单的来说，token 就是一段文本经过分词处理之后得到的最小的语义单元。比如说，英语的句子 I love NLP 可以被分为 I love NLP 4个 token，而中文的句子我爱自然语言处理则可以被分成我爱自然语言处理和5个 token。不过，token 的定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软件公司有不同的分词方式。比如说 GPT 的一个例子，句子“这只狗吃了这些苹果”在英语、西班牙语还有日语当中，分词的结果完全不同。不算上句尾的句号的话，英语的这个版本消耗了5个 token，西班牙语是8个，而日语每个字转换成2个 token，总共消耗的是6个。有一个比较好的网站 tokencounter.app， 它涵盖了最流行的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测试不同模型的分词结果。比如说，测试“今天天气不错”这句话，在 Cloud 3.7 Sonnet 模型当中是7个 token，在 GPT-4 当中是4个，而在 DeepSeek R1 当中只要3个。这充分说明了不同模型的 token 设计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大语言模型 LLM 也是一个很热的话题。有些人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大脑容量或者是使用工具的能力，而是我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因此，科学家们一直试图用各种方式去了解人类语言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并且希望用计算机去模拟语言的形成过程。语言模型就是一种让计算机理解、处理和生成人类语言的技术。它们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学习语言的模式，生成连贯且上下文相关的文本。常见的应用包括多语言翻译、问答机器人、内容生成和文本摘要等。大语言模型 LLM， 顾名思义就是规模巨大的语言模型，通常包含数十亿个参数。参数越多，模型在广泛的任务当中的表现就越出色。LLM 这一术语在2018年到2019年期间开始流行，主要得益于 BERT 和 GPT-1架构的诞生。而2022年发布的 ChatGPT 基于 GPT 3.5架构，进一步将 LLM 和 GPT 推向了巅峰。说到 GPT， 就不得不提它的核心 Transformer 模型，其中 GPT 当中的 T 这个单词就是 Transformer 的缩写。Transformer 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17年，谷歌团队的论文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彻底改变了自然语言处理的格局。在此之前 ，RNN 和 CNN 是主流，但它们像是老式的磁带播放器，处理速度慢。而 Transformer 则像一位高效的 DJ， 能够同时处理多个信息流，迅速地捕捉关键信息。Transformer 由编码器和解码器2部分组成，每部分由多个相同的层堆叠而成。基于 Transformer 的模型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基于只有编码器的 A1 模型，在图当中用蓝色表示，比如说像 BERT， 它就是比较擅长理解型的任务。第二种是只基于解码器的 AR 模型，在图当中用红色表示，像 GPT 模型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们比较擅长生成式的任务。
第三类是序列到序列的模型，在图当中用灰色的表示，它结合了编码器和解码器的优点，适合复杂性的任务。2024年春季，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邀请了 Transformer 论文的7位作者参加了 GTC 2024座谈会，这是他们首次集体公开亮相，讨论了许多有趣的话题，比如说设计 Transformer 的契机和启发、命名的由来、未来的突破方向，以及他们各自现在从事的 AI 项目。其中有一些比较亮点的发言，比如说 Aiden 认为在推理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工作来加速这些模型，使它们更有效率，但他仍然感到有些不安，因为现在的很多模型依然和他们原始设计的形式非常的相似。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比 Transformer 更好的东西，希望它能够被某种东西所取代，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性能高原。另外，有好几个人提到了要提高计算资源的利用，减少能源消耗的问题。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要计算2+2。如果你正确的将它输入到这个模型当中，它就会使用10000亿个参数。这么简单的问题就需要消耗10000亿个参数，所以他们认为自适应计算是接下来必须要出现的事情之一。模型需要知道在特定的问题上应该花费多少的计算资源。Noam 认为，当前的模型每次操作的计算成本大约是10到18美元的数量级，大概是1美元100万 token。这比外出购买一本瓶装书并阅读的成本要便宜100倍。他觉得这些应用程序在价值上要比巨型的神经网络上的高效计算要高出100万倍或者是更多。Lucas 提到，他们在最初的目标上面并没有成功。他们做 Transformer 的初衷是想要去模拟 token 的演化过程，它不仅仅是线性的生成过程，而是文本或代码的逐步的演化。那样不仅能够模仿人类如何发展文本，还能够将它们作为这一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因为如果能够像人类那样自然地生成内容，它们实际上也同时能够向系统提供反馈。就在上周 ，AI 领域又传来了重磅消息，何凯明与 Yann LeCun 联手推翻了 Transformer 的基本假设，仅用了9行代码就剔除了归一化层，实现了惊人的性能提升。大语言模型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你觉得 AI 的创新之旅未来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